没好气地瞪了小庞一眼。苏无忌看向穆千羽，又是换了副表情，嘿嘿一笑。千羽既然没事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要是以后谁还敢欺负你，告诉我，老子把他剁成肉酱。穆千羽轻笑。走了，别吓唬他们了，再这样以后都没法喊你来家里做客了。说着，他还轻轻拉了一把苏无忌的胳膊。这句话和这个动作确实是像老朋友之间才会做的。苏无忌嘿嘿直乐。等到了医院门口，穆千羽站定，很认真地看了苏无忌一眼。你为什么突然决定帮我？毕竟昨天在皇后酒吧的时候，苏无忌还口口声声地拒绝涉足穆家之争呢。苏无忌看着眼前的漂亮人儿，笑眯眯地说道：当然是看穆家五房作恶多端，本少爷自当挺身而出，前来主持正义，替天行道。小庞瓮声瓮气地插嘴：老板，在来的路上你不是这么说的。穆千羽闻言强忍笑意，不动声色地问道：哦，小庞，你老板怎么说的？无视苏无忌那杀人的目光，小庞的语气中透着诚恳：穆小姐，我老板说他来英雄救美，主要是因为馋你身子。馋你的身子？听到了这么直白的话语，穆千羽顿时霞飞双颊。苏无忌没好气地喊道：小庞，你瞎睡什么？破坏老子的高大形象！他恼火地跳起来，勉强拍了小庞的后脑勺一下，还差点没够着。奇怪的是，虽然这句话很直白，但穆千羽居然一点都不觉得被冒犯，反而是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这笑眼如星，所散发出的柔光胜过高悬于空的太阳，让苏无忌的心头莫名突突一跳，有些出神的挪不开目光。缓了好一会儿，穆千羽才伸出手来，很认真地说道：不管你为什么突然决定帮我，今天的事情我都要谢谢你。苏无忌看着那纤纤素手，嘿嘿一笑，居然没有色眯眯地握上去，反而摆了摆手，很是正经地道：对于我这种热心又正义的人来说，今天这就是小事一桩，不值一提，千羽不必挂在心上。穆千羽看到他故意装出来的云淡风轻的样子，忽然觉得和这个家伙待在一起，居然比和那些所谓的家人亲戚相处还要轻松许多。他又叮嘱了一句：当心我五叔。苏无忌主动上门，把穆旭栋的老婆孩子打成了这个样子，对方不可能不报复。苏无忌咧嘴一笑：黑木老五要是敢对付我，老子就剁了他儿子。这句话和传言中那个暴力血腥的恶少形象很是符合，但却没有让穆千羽的心中产生任何避而远之的感觉。然而小庞听到这句话，立刻很认真地问道：老板，这次也剁成8块？苏无忌别插嘴。看着对面青年满脸黑线的样子，穆千羽的嘴角忍不住地轻轻翘起。这一抹轻笑所勾勒出来的弧度，让整体容颜都变得无比动人，比国画人物里的淡彩渲染还要生动得多。连他自己也没意识到，自从父亲生病以来，自己发自内心笑出来的次数屈指可数，而这2天的笑已经要超过过去1年的总和了。目送着苏无忌的车子走远，穆千羽才招了招手，一台奔驰轿车便开了过来。他坐了进去，对驾驶座的男人道：陈叔，我五叔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男人戴着棒球帽，帽檐下面便是墨镜和口罩，看不清楚具体样貌。此人名叫李清晨，跟着穆远明很多年，现在被安排跟在了穆千羽的身边。他说道：小姐，穆旭栋本来正在广城谈合作，
昨晚听说儿子被打，今早便飞回来了，现在刚刚落地。木须洞之前主要负责木氏的房地产生意，但在二哥穆远明生病之后，他开始试图把一直由二房负责的跨境贸易业务抢过来。穆千羽的唇角轻轻勾起。我五叔回来了，事情就更有意思了。李清晨说道。小姐，老爷昨天打电话来让我转告你，即便你不想争什么，也万万不能退。面对这么大的家业，没有人相信你会甘心退出。退了，就代表被那些赢了的人永远踩在脚下，甚至可能连性命都保不住。闻言，穆千羽敏锐地看了看李清晨的背影，双眸微眯。我从没想过退出，不过，陈叔，你今天的状态好像有点不太对。李清晨的语调确实是比平时慢了一些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才说道：小姐，昨天凌晨2点半，我在你小区的花园里发现了2个杀手。穆千羽闻言立刻坐直了身子，眼眸里的光也清冽了几分。我发现这2人的时候，他们都已经被打晕过去了，手脚全部被折断，完全失去行动能力。李清晨说道。穆千羽秀眉微蹙，既然还活着，就能审出一些东西来。我审过了，这2个杀手曾经是缅因反叛军司令身边的顶级保镖，他们收了重金偷渡过来，要把小姐你带走，昨天下午刚到林州。李清晨接着说道。不过他们正踩点呢，一个蒙面人突然出现，折断了他们的手脚。穆千羽眸光微明。能不能查出来这个出手帮我的蒙面人是谁？李清晨说道。在交手的过程中，蒙面人被匕首划伤了后背，这是唯一的线索了。穆千羽问道。事发时间是几点？李清晨答道。大概凌晨1点半。这时候，穆千羽忽然想到了昨天晚上苏无忌的那一通电话，对方当时特意叮嘱他不要独自出门来着。穆千羽立刻掏出手机，看了看昨天晚上与苏无忌的通话时间，2点钟，事发后半小时。是你吗？穆千羽低声自语。李清晨从后视镜看了看他。小姐，你的心里有答案了吗？穆千羽回过神来，声音轻轻。没有。随后他便给朴妍希打了个电话。妍希姐，你有时间吗？想找你聊聊天。朴妍希的声音传来。我就停在江南骨科医院门口呢，下午请了假，可以全程陪你。穆家没人报警，但朴妍希却不知从何处得知了消息，提前来到附近等着。那好，我去找你。穆千羽立刻下车，对着远处的一台国产越野车摆摆手，随后对李清晨说道：陈叔，你开车跟着就行。因若哈，哎。李清晨等穆千羽关上车门，才打了个跨洋电话。老爷，有件事情得跟您汇报一下。穆远明的声音传来。好，你说，苏无限，你偷看我牌。显然，电话那边在打牌呢。老爷不是在养病吗？李清晨有些无语，但还是把昨夜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。没想到穆远明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：多大点事，有苏无忌在，问题不大，他可是苏无限的侄子同花顺。一道恼火的话外音传来：提起来这事儿我就来气呀！我那混账弟弟给他儿子取的什么破名字，听着像是和老子一个辈分，他就说故意占我便宜。同花顺有个屁用，6个2，老子炸了！在半个小时之后，朴妍希带着穆千羽回到了他的住处。
这是位于灵州云烟湖湿地公园旁边的别墅区，与苏无忌的皇后酒吧隔湖相望。妍希姐，你这房子真是有钱都买不到。穆千羽感慨道：这是一个姐姐的房子，让我暂住的，要是靠我自己的薪水，连这儿的房租都付不起。朴妍希道：千羽，你先坐，我去洗点水果。他脱掉外套，只穿着贴身的白 T 恤，在白色显大的视觉效果下，胸前的宝鱼满呈现出极强的冲击感。这时候，一个赤着上身的家伙从2楼的卧室里晃荡了出来，他一边解着身上的绷带，一边抱怨着说道：妍希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昨天晚上跟别人打架，后背受了点伤，快点来帮我上个药，我自己够不着，可疼死我了，要不是穆千羽那个蠢。下一秒，苏无忌的目光下移，看到了坐在客厅沙发上的白裙姑娘，还没说出来的话便噎在了喉咙里。听到苏无忌受了伤，朴妍希的眼神一下子清冽了起来。你受伤了？伤得怎么样？谁干的？他立刻快步上楼，焦急之心溢于言表。饶是穆千羽玲珑心思，这会儿也有些反应不过来。苏无忌怎么会在妍希学姐的房子里？他为什么那么随意，好像经常来一样？他刚刚说昨晚受了伤，还说自己蠢。穆千羽清楚记得，就在半个小时之前，李清晨还说那个帮助自己的蒙面人被2名顶级杀手划伤了后背。想到这儿，他脑海里的灵光如同霹雳一般，一下子轰然炸开了。穆千羽立刻起身，快步跟着上了楼。然而此时，率先上楼的朴妍希已经被苏无忌一把拉进了卧室里，还把门砰然关上了。苏无忌一只手贴着墙壁，上半身都快压到朴妍希的胸口了，俩人这姿势看起来像是要壁咚。妍希啊妍希，你明明知道我今天可能会来，所以故意把穆千羽给带到这里的。朴妍希伸出手撑在苏无忌的胸肌上，眸子里的焦急之意很明显。吃早饭的时候怎么没听你说受了伤？我先看看你的伤势。一道小口子而已，算不得什么。苏无忌微微低头，看着近在咫尺的清雅容颜，笑道：你又不是第一次见我受伤，怎么心疼了？他很想伸出手来挑一挑朴妍希的雪白下巴。以往不是没尝试过，那一次苏无忌的手指还没碰到对方呢，就被来了一个结结实实的背摔。迎着苏无忌那颇具侵略性的目光，朴妍希俏脸微热。别乱讲，我比你大，你得喊姐姐，快去趴着，我先给你上药，不然我打电话告诉赤烟姐。一听到要告状，苏无忌老老实实去趴着了。朴妍希低头看着苏无忌的后背，眼睛里浮现出了心疼之意。在目光所及之处，有一处长达17、8公分的伤口，从肩胛骨一直斜滑到了侧肋。伤口皮肉有些外翻，看似很深，不知道是否已经触及了骨骼。而这时候，穆千羽的声音已经在门外响起：喂，我的相亲对象和我最要好的学姐，当着我的面关着门待在卧室里。哪怕星湖正在掀起风浪，他表面上也是波澜不惊，佯装什么都没有发现，甚至还能用调侃的语气来说话。说完，特意停顿了2秒，穆千羽才推门进来。他的眼光第一时间落在了苏无忌的后背上，果然是刀伤。他的眼中随之出现了波澜，丢在地上的白色绷带已经染了不少的血。也就是说，苏无忌去医院教训穆志辉母子的时候还是带着伤的。
朴妍希拿过药箱，看了一眼愣住的穆千羽，说道：千羽，我先给无忌敷药，你别误会，我和无忌的关系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苏无忌听得嘴角一抽，朴妍希这语气怎么有种偷情被捉了个现行，然后向正妻解释的感觉。要讲究先来后到的话，明明是这个华寒混血和自己认识的更早，解释个毛啊！穆千羽直接问道：这么长的伤口，为什么不去医院缝针？不行，那样会留疤的，我得用独家秘方保住美丽肌肤。苏无忌的语气很自恋。此时朴妍希打开药箱，拿出了一个透明的酒精瓶。穆千羽却上前2步，主动把酒精瓶接了过来。我来的。他的声音如同牛奶般细腻顺滑，但却隐藏着些许不知名的情绪。你来。朴妍希明显愣了一下。苏无忌也很意外，咧嘴笑道：千羽，你这么紧张，我会更心动的。穆千羽没吭声，并拢双腿坐在了床边。那白裙所包裹着的臀腿曲线受到了床垫的挤压，产生了动人的形变。朴妍希说道：千羽，先用酒精给伤口消个毒，然后涂上药粉，用绷带缠上就行了。说完，朴妍希似乎不忍再看，便走了出去，还关上了卧室门。嘿，孤男寡女的，田曦这是在给我们创造机会呢。苏无忌笑道。穆千羽没回应这句调笑，而是问道：用酒精会很疼，为什么不用碘伏？苏无忌咧嘴一笑：碘伏和那药粉不合啊，为了我的嫩滑肌肤，只能忍着点了。穆千羽便夹着棉球，蘸着酒精，擦拭着刀伤，动作很轻柔，很小心。这是穆大小姐第一次亲手清理伤口，那被割开的皮肉似乎让她需要一些勇气来面对。穆千羽知道，酒精直接与伤口创面相接触所产生的疼痛让大多数人都受不了，苏无忌却能一声不吭。好不容易把伤口清理完毕，穆千羽长出了一口气，拿起瓷瓶道：我要开始撒药粉了。麻溜的。苏无忌抬手扯过毛巾咬在了嘴里。见到他的这个举动，穆千羽的手停顿了一下，问道：难道这个比酒精还疼？苏无忌咬着毛巾，囫囵不清地说道：大老爷们还怕疼？穆千羽集中精神，把瓶子倾斜，手腕轻轻一抖，药粉飘下，洒落伤口。苏无忌的身体明显颤了一下。这么疼？穆千羽有点下不去手了，眸子里金光闪动。为你快点啊，磨磨唧唧的。苏无忌不客气地催促道。等穆千羽用药粉把伤口全部敷上，苏无忌的头发都已经被汗水全部打湿，后背上也布满了细密的汗珠。两人几乎是同时长出了一口气。穆千羽帮忙缠着绷带，尽力用淡定的语气问道：跟什么人打的架，居然把你伤成这样？苏无忌咧嘴一笑，说道：我们抢地盘抢女人的时候都是真刀真枪，这点伤算什么？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。穆千羽眸光微垂，给绷带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。哦。苏无忌咧嘴一笑：是不是觉得和我这种纯爷们相比，你们穆家的那些公子哥弱爆了？这一次穆千羽没有反驳，只是坐在床边轻轻应了一声：他们确实弱爆了。等两人回到了1楼客厅，穆千羽俏脸微红，眼神沉静，话也少了，明显有些心事。这时他的手机忽然响起，是大伯穆山后的电话。千羽，
1个小时之后在老宅召开家族会议，你必须到场，先做好心理准备的。木山后的语气之中带着淡淡的无奈。他的性子偏软，虽然挺照顾穆千羽，但是面对咄咄逼人的武帝穆须洞，也是经常毫无办法。穆千羽挂断电话，起身说道：妍希姐，我得先走了，家里临时开会。这一次穆千羽所要面对的可不是在医院里见到的那10几个年轻一辈，而是一堆阴险狡诈的老狐狸。苏无忌立刻站起来：这种英雄救美的好机会，我去帮你。不用，我能搞定。穆千羽轻轻笑道：我还是有点能力的，可不是傻白甜。苏无忌盯着那堪称绝美的容颜，咂巴了一下嘴：傻不傻不知道，但你看起来确实是又白又甜。穆千羽看了他一眼，眼神之中意味难明，随后微笑了一下：你少评2句，好好养伤。他居然没有责怪苏无忌调戏自己。苏无忌微微一愣：咦，我总觉得你这句话像是关心，不是客套。你说是就是呗。穆千羽也没辩解，跟朴妍希和苏无忌告了别。上车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手机发了一条消息，内容是：昨晚您一定看到了战斗的全程，对他什么评价？原来穆千羽其实一直都是有人保护的，而此时开车的李清晨似乎还并不知道此事。那边的消息很快回了过来：他不错，有资格出现在你的棋盘上。看着这句评价，穆千羽的唇角轻轻翘起，勾勒出动人的微笑。只是2秒钟后，他的笑容忽然微微凝固，眼波也是控制不住的一颤。因为对方又发来了一条信息，内容是：对了，他昨晚本就是带伤前来，否则不至于挨那一刀。等穆千羽走了之后，朴妍希看着苏无忌，轻声问道：我真不认为现在的灵州有人能伤到你，与你交手的究竟是谁？是2个缅因的杀手前来对付穆千羽的。苏无忌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：要不是我之前受了一点内伤，怎么会挨这一刀？朴妍希立刻关切地问道：你还受了内伤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他不由分说地把苏无忌的手拉到了自己的腿上，手指轻触脉搏。1分钟后，朴妍希沉吟道：脉象明显有些沉，肺部有些受创，需要一定时间来康复。不过你这心跳的速度不正常，怎么这么快？苏无忌笑眯眯地看了看右手：你把我的手放在你的大腿上贴得那么紧，我的心跳怎么可能不快？朴妍希低头一看，对方的手正被自己压着腕，手指和手背正压在自己的大腿上。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让朴妍希的俏脸有些微热。苏无忌这什么心跳加快，那根本是色迷心窍。朴妍希立刻把手放开，很自然地打了苏无忌的胳膊一下：说你的伤势呢，别贫嘴。苏无忌笑道：在我离家之前，我爸丢给了我一本小册子，让我有空就摸索摸索，结果前一段时间让我给练出内伤来了。诺，就是这个。说着，他从口袋里取出了一本皱巴巴的册子，随手扔给了朴妍希。朴妍希把这帛书展开，看到封面上的4个字，立刻控制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冷气：南海手记，传说中的南海手记。这玩意很珍贵。苏无忌说道：我那天上厕所纸不够，要不是这册子的纸太薄了，怕抠破我就已经给用了。朴妍希哭笑不得：虽然是一本，但这可是华夏传统武学的至高珍宝，你就这样保管的？至高珍宝？苏无忌挑了挑眉毛：我怎么都没听说过。
朴妍希仔细地将小册子一页页抚平，说道：传言你老爸当年纵横天下时靠的就是一把四棱军刺，还有这一本南海手记。苏无忌挑了挑眉毛：啥？我那个不靠谱的爸还纵横过天下？朴妍希同样很意外：你竟然不知道这些？我爸从来不聊这些，网上也查不到他的消息呀。苏无忌挠了挠头，说道：其实吧，我一直觉得我爸比我还混。似乎觉得这么说自己老爸不太合适。那个混蛋的蛋字被苏无忌硬生生地憋在了喉咙里。朴妍希说道：在你老爸当年叱咤风云的时候，苏家也鼎盛到了极点，但苏老太爷为了避免国家出现一家独大的情况，下令家族全体退出首都。他继续道：而那些和苏家有关的故事，在网络上也都已经删除得干干净净，这一代年轻人对于苏家已经几乎没什么印象了。苏无忌的面色很不爽。这样看来，我本来能安安稳稳地当个富三代，可老爹把我撵出家门的时候，就给我身上留了200块钱。而他在和穆千羽相亲的时候，还打肿脸充胖子，说自己从家里拿钱开了皇后酒吧。朴妍希笑道：苏叔叔大概是想要锻炼你。他就是喜欢给我布置一些乱七八糟的任务，想看我出糗罢了。苏无忌的眼睛瞟向了那本南海手记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当时不知道这破书这么值钱，不然我高低的卖个好价钱。朴妍希从苏无忌的前一句话里听出了一层意思，问道：所以你决定帮助千羽，也是苏叔叔的意思？不止，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姑姑让我哄她开心，不然不给我打钱。苏无忌道：吃言姐做得好。朴妍希哭笑不得：但这肯定不是你涉足穆家的主要原因。苏无忌道：另一方面，根据我得到的消息，首都那边有人盯上了穆千羽。说到这儿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了穆千羽那一弯笑眼。苏无忌稍稍地收起了笑容，随后认真补充了一句：而我正好需要一个让首都想起苏家的机会。让首都想起苏家？不止首都。朴妍希坐直了身子，美眸之中浮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认真之色。他一字一顿地说道：还有整个华夏。让整个华夏重新想起苏家，这么重的责任，我可真不想扛起来呀。苏无忌有气无力。朴妍希的眼波柔和：我可以从后面推推你，帮你使使劲。你从后面推我？苏无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咧嘴一笑，笑容有些不太正经。随后他立刻回神，望着对方的俏脸，笑道：那我可要去帮穆千羽了，你不吃醋？朴妍希轻笑：看到你找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弟妹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确实很漂亮，但她有她的野心，我也有不得不做的事情。我和她现在顶多是互相利用的关系。苏无忌看得很透彻，而朴妍希的笑眼中波光流转。依我看，不一定。你们女人就是八卦。苏无忌随后打了个电话：小庞，给我找一台结实点的车，半小时后出发，咱们去踏平穆家。好的，老板，坚决完成任务。小庞一字一顿地重复了命令：用结实点的车踏平穆家。28分钟之后，苏无忌又给小庞打了个电话：半小时快到了，车呢？怎么还不来接我？小庞说道：老板，你到小区门口来吧，保安不让这车进去。苏无忌倒也没抱怨：行吧，保安这么负责也是好事儿。然而等他双手插兜晃悠到了别墅区门口，看到了外面的景象，眼睛都瞪圆了。
这就是你找来的车？小庞很认真地点了点头。老板，你说的要结实点的车啊？苏无忌仰头看着这轮胎快要比自己还高的巨无霸，咬牙切齿。这结实过头了吧？此刻在他面前停着的是一台高大的斯堪尼亚重型卡车，这玩意原车就能载重60吨，而眼前这台还特么是改装过的。不，这还不止，在这重卡的后面还有着2台大型拖车，拖车的平板上赫然放着2台大型长臂挖掘机。苏无忌的2只鼻孔长长出了气，满脸黑线。小庞，别人英雄救美都是骑白马开豪车的，对不对？小庞，对。苏无忌，那你见过有谁是坐卡车开挖机去的吗？朴妍希笑得弯下了腰。小庞满脸认真。老板，2台挖机同时动工，用不了2小时，应该就可以踏平穆家了。主打一个坚决贯彻老板指示。苏无忌抬起胳膊，有气无力地拍了拍小庞的肩膀。你怎么不干脆调100台挖机来？是。小庞立刻拿起电话联系皇后酒吧的长腿女经理肖英磊。肖经理，老板说还缺98台挖机，快点调来。小庞话没说完，苏无忌一个踉跄，身体一晃，看着就要晕倒。朴妍希立刻上前一步，用自己那柔软的怀抱接住了苏无忌。看到此景，小庞问道：老板，你怎么了？是在担忧穆小姐的安危吗？我在担忧你的脑子。苏无忌没好气地回了一句。在枕到了一方柔软之后，他有点不舍地从朴妍希的怀里起来。然而看他没事，朴妍希却立刻将其从自己那颇为有料的怀里推开，笑道：快点去英雄救美吧，虽然千羽不一定需要，但你也得表明一下态度。这样子真就像是为了弟弟婚事操碎了心的好姐姐。苏无忌瞪了小庞一眼，撅着屁股爬上重卡的驾驶座，直接黑着脸发动了车子，一脚油门踩下去，斯堪尼亚重卡便轰隆隆地开走了。小庞在后面喊道：老板，我还没上车。苏无忌的声音从轰鸣声中传出来。小庞，兵分2路，我去穆家老宅，你去找到穆志辉。小庞跳上挖掘机，杀气腾腾地喊道：是，找到之后切成8块。他还记得那个命令呢。苏无忌把头伸出车窗，扯着嗓子喊道：切个毛啊，你揪着他的耳朵给我拎到穆家来。然而由于这3台重型卡车同时发动的轰鸣声实在是太大了，也不知道小庞到底有没有听到。云烟湖东侧有一片古典园子，占地超过200亩，就是穆家老宅。老宅里山水掩映，雕梁画栋，那些古树与盆景皆是天价。曾经的穆家雄霸江南商界，在纺织跨境贸易以及房地产领域都做到过龙头老大的位置。虽然这些年行情不好，但仍旧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在穆家的老人们看来，家族能够一直保持生命力的最大秘诀，就是保留了年轻一代的话事人之争。但这种你争我夺，似乎让每一代穆家成员的亲情都淡薄了许多。此时穆家议事大厅已经被凝重的气氛所笼罩，在大厅的最前方摆着3张太师椅，中间的那个太师椅空着。现如今的家主穆成业由于身体原因并未出席这一场家庭会议。这位老爷子一直最疼穆千羽，而左右的太师椅上分别坐着2爷爷穆成昌、3爷爷穆成胜，
两位老人年事已高，虽然平日里极少过问家族事务，但还保有重量级话语权。大厅两侧坐着10几个中年男女，是以大伯木山后为首的家族核心2代们。一身白色长裙的穆千羽则是孤零零地站在大厅中间，似乎是在接受3堂会审。砰！老五穆旭栋重重一拍椅子，沉声道：穆千羽，知不知道今天这个紧急会议为什么召开？穆旭栋从外地赶回来之后，第一时间便安排老婆乔月如和小儿子穆志辉乘坐私人飞机出境，紧接着就回到老宅，下令召开了家族会议。穆千羽丝毫不慌，轻轻一笑：五叔，你是因为想要借机剥夺我的竞争资格，才紧急召开家庭会议的吧？此言一出，穆旭栋的脸顿时阴沉了许多。穆千羽，你伙同苏无忌把你堂弟打成重伤，影响恶劣之极，简直不配当个穆家人。穆旭栋冷冷说道：现在我可以保留你的穆家身份，但必须退出华氏人之争。用逐出家门来威胁。穆千羽没有搭理穆旭栋，而是看向前方的2个老人，脸上的微笑不变。二爷爷、三爷爷，你们觉得家族里有未成年人吸毒，是不是影响更恶劣呢？穆成昌那浑浊的眼睛里看不出情绪，淡淡道：千羽，今天不谈智慧犯下的错，毕竟他还是个未成年。我们今天开会主要是谈一谈你伙同黑社会殴打家人的行为。好一个避重就轻，心思已经昭然若揭。苏无忌是黑社会？穆千羽似乎并未在意对方的明显偏袒，他摇了摇头：你们都错了，那是大部分人眼中的他，但不是真实的他。想着苏无忌的伤上加伤，他有一刹那的失神，但立刻又恢复了正常，外表根本看不出任何端倪。穆旭栋一拍椅子扶手，喊道：穆千羽，你这样替那个混账说话，简直是非不分。如果下一代的话事权被你掌握，那家族就完蛋了。而三爷爷穆成胜沉声说道：千羽、苏无忌那小子在灵州的名声很差，你和这种垃圾搅和在一起，实在是太让我们失望了。那些中年长辈们纷纷开口：是啊，穆千羽，你只要听长辈的话，家族还能给你留有一席之地。穆千羽，你把你堂弟打成了这样，我们都是在为你考虑。显然他们早就做足了准备，趁机群起而攻之。一个家族会议瞬间变成了乱哄哄的集体讨伐。穆千羽的俏脸之上不仅没有委屈之意，反而还挂着淡淡的笑容。各位爷爷、伯伯、叔叔，你们不妨把所有安排都说出来的。五叔穆旭栋的眼神冷冷。穆千羽，摆在你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第一条就是退出华氏人之争，第2条……他还没说完，穆千羽就把话头接了过去。第2条就是把我嫁给首都方家的方景阳，穆家也可以借此机会与首都的新兴世家完成联姻，对吗？说完这句话，穆千羽忽然莫名有点期待苏无忌知道他要被强行嫁给别人的反应。他在心中轻轻道：这家伙会不会气得打上门来？听到穆千羽所言，穆旭栋明显很意外，沉声道：你怎么知道联姻的事儿？这件事情是他筹划已久的，已经和穆成昌和穆成胜这2个长辈达成一致，为的就是让穆千羽远离灵州。五叔就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了。穆千羽仍旧面带微笑。现在又不是旧社会，把我嫁给别人，却不征求我和我爸的同意，这恐怕不太合适吧？穆旭栋冷冷一笑：
我们穆家始终无法走出江南，而首都方家现在势头正猛，与他们联姻是穆家发展的一条捷径。穆千羽，眼下正是你为家族做贡献的机会，如果你连这点牺牲精神都没有的话，我们又怎么相信你有资格带领家族更上一层楼？不得不说，穆旭栋真是有备而来，各种高帽子轮番扣上来，把家族大义全都占满了。若是一般人，恐怕早就无路可退。穆千羽仍旧毫不慌乱。那个方景阳私生活糜烂，家族若是真的为我考虑，怎么会把我嫁给这种人呢？二爷爷穆成昌沉声道：千羽，嫁给方景阳总比和黑社会厮混在一起强得多，和那个混蛋走那么近，你的名声也要臭掉了。这倒是句实话，在灵州夜场，苏无忌的破名声还真不如方景阳。穆千羽轻轻摇了摇头。如果我偏不答应呢？二爷爷穆成昌的面色更沉了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我们便会联合发出声明，即日起你便会被逐出穆家。穆旭栋在旁边补了一句：穆千羽，你可想好了，如果你被逐出穆家，那么将彻底失去家族的庇护，到那时候很多危险都会找上你的。这句话显然就是威胁了。这也就是之前苏无忌所说的豪门的继承权之争，不能主动退，一旦失了势，可能就性命不保。现在下定论可太早呢。穆千羽轻轻一笑：五叔，你不想听听我做了什么准备吗？他到现在还能保持笑容，让穆旭栋有些不舒服。你马上都不是穆家人了，无论做了什么准备都没有用处。穆旭栋说道。那可不一定。穆千羽轻轻道。就在这时，穆旭栋的秘书匆匆跑了进来，他的表情满是急切，脸色发白。老板，不好了，老板娘和智辉少爷没能出境。为什么没出境？穆旭栋沉声说道。飞机起飞的手续已经全部办好了。穆千羽轻轻挑了一下眉毛，似乎也是有些意外。老板，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了2台挖掘机，用破碎锤把我们的飞机给直接打烂了。好家伙，用挖掘机对付昂贵的私人飞机？什么？穆旭栋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穆千羽一下子就猜到是谁干的了，他忍不住地笑出声来，眸子中的倔强刹那间被温暖所取代。不管那个家伙出于什么目的，但起码在自己被群起而攻之的时候，他依然能坚定地站在自己的身后。秘书深吸了一口气，接着说道：老板，夫人已经吓晕在机舱里，而智辉少爷……穆旭栋恼火之极，一把揪住了秘书的领子。他怎么了？快点说重点。智辉少爷被抓走了，我们在机舱里找到了一只血淋淋的耳朵。秘书的嘴唇都白了，他哆哆嗦嗦道：这只耳朵不是被割下来的，应该是被生生撕扯下来的。砰！穆旭栋往后踉跄了2步，一屁股坐倒在椅子里。穆千羽揉了揉太阳穴，这个风格和那位恶少的凶名倒是十分符合啊。突然，一阵刺耳的轰鸣声传来，浓烈的柴油尾气味道已经被风送进了每个人的鼻孔里。众人连忙走出去，恰好看到最外面的院墙已经轰然倒塌，一台高大的斯堪尼亚重卡在烟尘中露出了狰狞面目，蛮不讲理地从碎砖上碾压而过，无比嚣张地冲了进来。面对冲进老宅的重型卡车，在场的人全都呆若木鸡。这是卡车司机
喝多了酒驾吗？由于事情太过于离谱，他们一时间甚至没想到这是故意冲撞。坐在驾驶室里的苏无忌吐槽了一句：什么破园子把路修得这么窄？然后他加大了油门，重型卡车立刻发出了更加震耳的轰鸣声。高大的车头轻轻松松就顶塌了圆形拱门，冲进了一处精巧绝伦的院子里，把里面大大小小的花盆无情撞碎。那些精雕细琢的盆景在轮胎的碾压下当场变成了残枝败叶。这些盆景大多都是三爷爷穆成胜的心血，他花费重金从全国各地收购而来，每日勤加照看。此刻看到盆景皆是被重卡的轮子碾碎，穆成胜气得浑身都在哆嗦。快让他停下，快！穆成胜喊着，老家伙的气儿都快喘不上来了。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，苏无忌又开着重卡来了个漂亮的甩尾。盆景园角落里最贵的那棵黄山松直接被车尾撞得拦腰折断。这个混蛋！穆成胜被气得急怒攻心，两眼一翻，径直挺挺地晕了过去。快掐人中！这是不是得心肺复苏啊？快打电话叫救护车！这老家伙一晕倒，穆家更乱套了。在慌乱的人群中，穆千羽静静而立，一身白裙在烟尘之中格外显眼。他的眼光落在驾驶座的青年身上，眼中蕴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感动。肆虐了盆景园过后，苏无忌丝毫没有停下的架势，竟是直接开着重卡轰隆隆地冲向了人群。穆家人已经开始四散躲避，一个个踉踉跄跄，狼狈至极。苏无忌显然就是故意吓唬他们的。他调转方向，油门再度踩到底，把连廊冲塌了一半，然后直直撞进了议事大厅里。轰轰轰，大厅连片的坍塌。豆腐渣工程啊！苏无忌撇撇嘴，的确，这园子传承了那么多年，很多房梁都有些腐朽了，砖混结构的墙体更是一碰就碎。快去拦住他！穆旭栋从地上爬起来，满身是土地喊道。然而保镖们根本没有一个敢上去的，毕竟被重卡顶上一下基本就没命了。见没人上前，穆旭栋正要发火，那台重卡突然猛地加速，向他所在的位置冲来。那嚣张的架势像是要把他直接撞死一样。穆旭栋一下子慌了，连滚带爬的躲避，狼狈地摔进了池塘里。紧接着重卡便陡然刹了车，极为精准地停在了池塘的旁边。主驾驶座的车窗打开，一只剪刀手伸了出来，对穆千羽晃了晃。看着这中二的手势，穆千羽嘴角轻扬，他抬起鲜白如脂的手指，也竖起了个大拇指。此刻极有意境的穆家园林已经被这台重卡生生趟出了好几条路。那些假山花园还有雕梁画栋的连廊皆是一片狼藉，烟尘弥漫。这可是传承数百年的园子，而现在居然被以这么一种奇葩的方式给严重破坏了。苏无忌跳下车，拍了拍手，对穆千羽说道：嘿，没来迟吧？